你好呀，這裡是Momo的投資筆記。今天和大家聊聊小米這隻股票。這家公司過去全年淨資產回報率能達到 18%， 可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單季回報率直接跌到了 1.78%。股價方面，過去一年從最高點 61.4 跌到現在的 21.4， 跌幅達 65%。技術面上，全指標都處於超賣狀態， RSI 僅 9.62， 這個數值在歷史上出現的次數非常少。我研究後的結論是，建議觀望，暫時不要急着追入。目前有22家分析師給出買入評級，目標價均值為 39.7， 理論上有 85% 的漲幅空間。不過2026年第一季度單季 ROE 的驟降才是真正需要深入搞清楚的核心問題。至於買不買，在哪裡買，風險點在哪裡，後面我會逐一分析說明。小米這家公司從財務結構看，近年已逐漸轉型為消費電子、生態鏈與新能源汽車並行的綜合型集团。2025年全年營收達4570億元人民幣，毛利率 22.1%， 創歷史新高，淨利潤率 8%， 淨現金頭寸628億港元，整體財務壓力不大。但就在這樣的財務背景下，2026年第一季度卻出現了一個讓市場情緒驟降的關鍵數據。我梳理了4個最核心的指標，直接分享給你。第一，2026年 Q1 單季 ROE 降至 1.78%。要知道，小米全年 ROE 曾達 18.3%， 單季卻幾乎跌到0點，這正是本輪股價暴跌 65% 的核心誘因，市場正在重新評估它的價值。第二， RSI 14指標跌至 9.62， 通常 RSI 超賣線是30， 9.62 意味着這只股票幾乎到了賣無可賣，缺乏買盤承接的狀態。這種極端數值在港股歷史上並不常見，雖不代表馬上反彈，但足以說明市場恐慌情緒已到頂點。第三，滾動市盈率僅 11.9 倍，以過去12個月的實際盈利計算，這個估值已回到歷史底部區間，在同類消費科技股中處於低位水平。第四，分析師給出的目標價均值為 39.7 港元，較當前價格有 85% 的理論上漲空間。31家覆蓋機構中有22家給出買入評級。這4個數字疊加在一起，恰恰反映了小米當下最矛盾的處境。基本面存在隱憂，但估值已足夠便宜，市場正等待一個能打破僵局的確認信號。接下來我們逐項拆解分析。截至2026年6月26日收盤，小米集團股價報 21.42 港元，當日下跌 3.95%。回顧過去52周，其股價最高點曾達 61.45 港元，出現在2025年初蘇七 Ultra 交付高峰期，當時市場給予小米消費科技加新能源汽車的雙重估值溢價，而最低點 21.30 港元則出現在近期，意味着當前股價距一年高點已跌去 65.1%， 距一年低點僅差 0.6%， 基本處於底部區間。具體走勢來看，從61港元的高點回落之後，在發布預期階段，股價曾在35港元附近高位震盪，但隨着2026年第一季度業績公告發布，市場確認盈利大幅下滑的事實，隨即引發一輪快速拋售，股價一路下探至當前的21港元區間。技術面則呈現全線偏空態勢，多條均線形成完全空頭排列，股價被壓制在所有均線下方，布林帶下軌位於 21.33 港元，股價剛好觸及這一支撐位。MACD 死叉持續擴大，尚未出現收斂跡象。KDJ 指標中 J 值 3.91， K 值 6.75， 已進入深度超賣區間。接下來聊聊估值，先給結論，現在的價格確實便宜，但便宜不等於安全。核心問題在於盈利還沒穩定下來。看靜態估值，當前市盈率 11.9 倍，小米歷史上市盈率曾被炒到30-40倍，現在已經回到近年低位。不過這裡藏着一個陷阱，2026年 Q1 單季 EPS 只有 0.18 港元，如果這個趨勢延續下去，全年盈利會比去年的 1.62 元低不少，到時候市盈率就沒現在這麼好看了。再看遠期預期，基於分析師對2027年的盈利預測，遠期市盈率是 14.1 倍，這個數字處於合理區間，說明市場普遍認為2026年是業績低點，2027年盈利會有所修復。資產端的安全點也可以看看，市淨率 1.8 倍，
賬上還有628億港元的淨現金，差不多占當前市值的 11%， 而企業價值比營收只有 1.1 倍，這個數字極低，反映出市場對小米的成長性定價非常保守，幾乎是在說不相信你的營收還能增長。PEG 是 1.77， 嚴格來說略貴，但考慮到當前增速受 Q1 業績衝擊可能是暫時的，這個指標的參考價值得打個折扣。分析師的看法呢？31家機構覆蓋，22家給了買入評級，6家持有，3家賣出，目標價區間從 23.9 港元到79港元不等，均值是 39.7 港元。基本面这塊，2025全年營收達到4570億元人民幣，毛利率更是創下 22.1% 的歷史新高，這個水平在消費電子行業裡已經相當不錯了。淨利潤率為 8%， 意味着每100元營收最終能淨賺8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 8% 的淨利潤率已經包含了對 EV 業務虧損的攤銷，這從側面印證了其核心的手機和 IoT 業務具備很強的盈利能力。公司賬上淨現金儲備高達628億元，貝塔值僅為 0.684， 表明其股價波動性低於市場平均水平。然而，問題也不容忽視，2026年第一季度的單季 ROE 僅為 1.78%， 每股收益 EPS 為 0.18 港元，這是當前最大的不確定性。市場目前無法判斷這究竟是暫時的季度性波動，還是EV業務拖累正在加劇的信號。小米的 EV 業務目前仍處於虧損狀態，毛利率何時能轉正，將是2026年下半年最核心的觀察變量。綜合來看，公司的基本面底子尚在，但2026年 Q1 的單季數據給市場帶來了疑問。這個疑問或許要等到2026年8月即將發布的 Q2 財報才能找到答案。我結合公開信息梳理了3種經營情景，每種情景對應不同的目標價區間。多頭情景概率 30%， 目標價30到32港元。觸發條件需同時滿足。2026年 Q2 業績公告明確盈利修復， EV 業務交付量超預期，港股整體流動性回暖，機構重新開始建倉。由於需要多個條件共振，所以概率設定較低。基礎情景概率 50%， 目標價22到26港元，意味着股價大概率在當前位置附近橫盤或小幅反彈。核心特徵是業績緩慢修復， EV 業務因競爭持續面臨毛利壓力，手機市場份額保持穩定，估值在低位逐步消化，這是最可能的發展路徑，但過程會相對漫長。空頭情景概率 20%， 目標價16到18港元，較當前價格還有約 25% 的下跌空間。觸發條件包括 Q2 業績繼續惡化， EV 業務虧損大幅擴大，宏觀或關稅環境進一步壓制消費需求，分析師大規模下調目標價等。當前 21.4 港元的價格處於基礎情景與空頭情景的交界區域，向上有邏輯支撐，但需等待業績驗證，向下也存在調整空間，止損風險需重點關注。最後聊聊我個人的操作策略。對於小米，我的目標價區間是28到32港元，這對應着 30% 到 50% 的上漲空間。現在要不要追？我的答案是不追。如果你想先清倉試試水，可以配置不超過總倉位 10% 到 20% 的清倉，但止損必須嚴格設在20港元以下。一旦跌破20港元，就意味着空頭情景得到確認，要果斷離場，千萬不要加倉攤平。關鍵的催化劑只有一個，2026年8月前後發布的 Q2 業績公告。如果單季 ROE 能回到 10% 以上， EPS 修復到 0.4 港元以上，我會把評級從觀望升級為買入，並且考慮把倉位增加到 30% 到 40%。 但如果業績數字再次讓人失望，那就進入空頭情景，直接止損離場。總結一下，小米是一家有實力的公司，但現在市場需要的不是信仰，而是 Q2 業績給出的一個確定性答案。趨勢沒轉之前，先耐心等等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。咱們下期見。